嗨，大家好。今天呢，我再来测试一款我刚买的蓝牙耳机啊，其实是一个便宜货，说是国产的一个叫赛宾公司出的一个产品，但是呢，前几年据说在海外还挺火，因为呢，它够小巧，它有单个麦克风，或者呢两个麦克风啊。一个当接收，一个当收音，这样的组成，并且据说呢，它有一个手机的 APP 啊，可以调整音量等等吧。但是呢，这些功能我都不需要。我要的呢，就是它和我这个 Insta360X3 这个相机啊，能够蓝牙连接。在收到货之前呢，还是有些忐忑啊，因为真的我在网上就没有看到有什么人介绍过有这样的连接的方法。但是我今天回来在家里配对是成功的啊。现在呢，我就骑到马路上出村去骑一骑啊。尤其呢，在骑行过程当中会迎着风，有风噪的情况底下，看看它这个效果如何。但是呢，我没有看到它有一个调节音量这样的一个开关啊。我看到一位香港的网友，他呢就建议啊，把这个小麦克风放在衣服里面啊，一个可能是为了防风吧。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距离稍微远一点，怕这个产生爆音。但是呢，我对此一无所知啊，今天只是来测试一下。那么我今天呢，就穿着一个内衣，上面呢别着这么一个小麦克风，外面呢一个 T 恤啊，应该也是遮住了它的收音的部分。但我不知道这样它的灵敏度会不会有所减弱，录出来的声音呢到底行不行？回到家以后呢，见分晓啊。其实对于360相机啊，我试用了1个多礼拜啊，感觉真的有它的优点。优点呢就是你随便拍，但是呢也不是说只是随便放在手上什么地方，而是你也是要希望你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用什么样的长度的杆，就它有那种隐形杆啊，就1米多到3米都有，并且呢，根据我的经验，你也要放在合适的位置啊，这样后期的比较好编辑出满意的画面。大概呢是这样一回事啊。那还有一个好处呢，就它比较小巧，它可以架在车上。现在呢，我就把它架在车把上啊，就不会说因为掉下来。但是呢，它也有明显的缺点，就是它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啊，收音效果不佳，由于呢会产生风噪啊，有些话就会被吃掉，录不进去啊。好，现在呢，我来到了麦当劳，先吃个麦当劳，等一会儿再去骑行。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在麦当劳吃了早餐啊，借到缤纷汇，走到外面去骑一圈。早上10分啊，看到缤纷汇里面啊热闹异常，也可能呢，因为现在这个时候还早啊，气温不是很高。我看老人家带着小孩的是大多数啊。
也可能呢那些开门的店多少会有一些冷气释放出来，所以这边可能都变成了一个乘凉的地方了。我呢就是在这样的街区穿行一下测试一下麦克风的收音效果到底如何。今天早上呢，其实还测试了另外一个东西就是360公司出的一个支架，它有2个卡扣呢绑在车把，然后呢伸出去一条杆就可以架上360相机但是呢，我发现我这个小步车它怎么也卡不死，拧的已经到最大力了可是它居然还是松动。那我在想，我的相机架在上面在这个过那些颠簸的马路的时候，那不是很容易就掉下来。所以这个是我今天发现完全没有像宣传那么牢固导致我另外一个像一个老虎钳一样的一个卡住车把的一个支架，应该也是支架吧，就是我现在正在用的这个支架，就感觉效果要好很多。我已经骑了好多地方基本上不用担心它会松动或者掉下来。所以很多产品呢，其实实际的使用和那些宣传，还有就是那些试用者其实他们都是得到了这些公司一些好处，或者说免费试用就大家呢纷纷都是讲好话，结果呢很多人就会因此入坑，买了一些自己觉得不完美或者是其实没有那么好的东西。更有甚者呢，可能跟你的想象背道而驰，就这种情况应该还是屡见不鲜的所以在一个网络发达的时代各种信息爆棚，但是呢很多情况应该真的有可能就是一些坑，而另外一些产品呢没人介绍只是在网上划过，偶然有人就那么1-2个人介绍，最后呢发现还是相对经济实惠，说不定可以取代成倍甚至10倍之上价钱的那些所谓的名牌产品其实作为一个使用者来讲并没有想要那么复杂的功能和那么高要求的品质其实有些东西是可以相互替换只要能够达到基本的效果就好。就好像我现在用的这个促销价100来块钱的一个赛宾的话筒，早上呢就跟我这个 Insta360连接成功了。然后我在家里就测试了一下，发现还是不错的。现在呢我就跑到室外在马路上，在车水马龙的这么一个街道上来骑一下。今天就是测试一下这个小麦克风它的功能，因为呢有一回我骑行用360的内置麦克风虽然呢它里头也有很多讲究，比方说立体声指向性但最终的效果呢其实并不理想那今天的话呢我就有了这么一个蓝牙的麦克风，我看一看效果会不会比它内置的麦克风要好一些。因为一个呢这个东西很小，它无线的连接这个相机，当然它也可以连接手机之类的省得呢在这个360相机外面外挂很多设备一个呢确实造成不便，那么东西拖拖拉拉，
还有一个呢就会降低这个相机的防水的性能。还有一个呢，这个麦克风够小啊，就别在领夹上，别在衣领旁边的衣服上。那我今天就这么干的啊，就完全拍摄，看看用这个麦克风录出来的效果到底如何。但是这么一个东西呢，我在网上就几乎没有人介绍啊，介绍都是那种什么路德呀、大疆无线麦克风啊，动辄2000左右啊，然后呢体积还很大，其实根本不适合360的外联，这个很奇怪啊。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热衷的推荐啊？我个人觉得呢，只有那些专业级的追求极致的声音效果的那种专业人士啊，才是需要考虑那种更专业的有接收和收音两部分组成的这种专业的无线麦克风。但是呢，我说话啊为时尚早，因为这个测试呢还没有完成，我并不清楚现在在外面骑着收音的这个效果到底是能听得清楚还是听不清楚，到底是持续能连上还是中间会断掉啊，这些都不清楚。你看我在这边就听到有打草的声音啊，这种声音呢很好，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我的麦克风的录音的效果。今天我用这个赛宾的小的无线麦克风啊，我没来得及充电啊，我就利用它原本有一点点电在里边，我就急急忙忙的想要尝试一下，所以我现在不清楚它到底是不是还在录，还有没有电啊。但我想不管怎么说，最起码它能够录到一段嘛，这一段也能了解一下基本的一些录音的性能和效果。现在呢，我就迎风骑行啊，我感觉对面吹来的风还是非常的大。如果说平时你要小声说话啊，这个麦克风应该是有很多声音是听不清或者听不见的，但是我看看它能不能收得到清晰的我讲话的声音。右侧呢是小罗村，好像前面是大罗塘啊，这边就是号称的珠宝城的所在地。而我的左侧马路那头呢，就是富豪山庄的入口了。你听啊，这个街上走的各种车辆，尤其是泥头车啊，还有呢水泥的工程车、大巴，各种各样的私家车啊呼啸而过。每次在那样的时候呢，我就不敢讲话啊，因为就怕听不见我自己说话声音。那今天呢，我就尝试一下啊，看看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能不能把自己的声音啊相对比较清晰，能够让别人听得明白的程度啊，
录下去，录到我的视频里面。到了这边呢，就是那条莲花大道啊，到这边的一个终点。但莲花大道呢，其实左侧这边一直通过去呢，它是会有修好的那一段啊。但在这边呢，就已经分成了2节。我的右侧呢是新英豪中英文学校，起伏有不少的学生呢会走到校外啊，也不远，到这个学校来接受双语的教育。从这个牌子上呢，就可以看出，这条路呢其实是直通景观大道的，就通过前面祈福新村后面的天湖居边上那条号称莲花大道啊，但实际上只有是双车道来回的一条马路，但好歹呢它也通了啊。到了这边呢，路虽然变宽了，但这一段呢是一条断头路啊。就它跟我身后的真正的莲花大道呢是没有连上的。通过这一段烂路啊，前面呢就可以拐到祈福新村的天湖居这个小门了。现在呢，我要从这个门呢回到祈福新村去啊。谢谢。小孩他都不懂，没办法的嘛。现在呢，在天湖居的湖边骑行啊，这边相对比较安静。我说话小声一点啊，看看能不能收得清清楚楚。
当时我买360相机的时候呢，就是请教过网上的一位朋友啊，他就跟我讲，如果你是骑单车还好，你骑摩托车呢，只要超过了50、60公里啊，这个声音是一塌糊涂，完全听不见。所以他也建议，如果你要骑行说话的话呢，一定要配一个蓝牙的无线麦克风。那我也查了很多资料，看了网上很多人的分享，基本上大家推荐的2款啊，一个叫路德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大疆的，像一个 AirPods 那样的啊，装在一个盒子里面，里面呢又分为接收器，你必须跟你的相机呢通过一些设备相连，然后呢就是无线的话筒啊，只有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才可以组合着使用。但是那个坏处呢，就像我刚才前面已经讲过的，就它露在外面一些设备啊，使得这个原来特别小巧灵巧的这么一个360相机呢，就拖了一堆的拖油瓶，让人感觉总是不大舒服啊，而且呢又失去了防水的功能等等吧。再说呢，你外出的时候就必须要携带一大堆的这些设备。然后呢，我偶然就刷到有一位香港的年轻人，他整天就在教大家怎么使用360相机啊，拍这些全景视频的。他有一个视频呢，里面啊，在不是很明显的地方呢，就讲到他曾经呢试用过一款叫赛宾的国产的无线麦克风，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是针对360X2的前面那一代的机型啊，但是自从这个360X3最新的一代机型出来之后呢，在网上搜了个遍啊，也没有人能够说这个赛宾的小麦克风能不能被这个新的相机识别到。然后我在赛宾这个公司问他购买的时候啊，正好碰到他一个促销，那我就想100来块钱嘛，万一不行了，就当做一个试验啊。结果呢，很盲目的就买了这个麦克风，而这个麦克风呢，当然比前几年好像又升级了一下。那不管怎么说呢，今天我买回来啊，第一时间就跟我的360相机连接，一连就连上了。然后我在家里呢录了一小段啊，就感觉还是相当不错，所以呢就骑到外面来进行一个测试啊。那现在呢，我已经回到了祈福新村里面，在19街左侧呢就是中旅园啊，这是我们经常在这条路上通行的地方。现在呢，我就准备拍摄告一段落啊，然后就是回家去确认一下，简单的做一个编辑啊。那可能因为没有准备啊，就可能拍摄的也不理想，制作上面呢有很多的这个技巧啊都没有掌握，但是呢主要的目的呢都不是为了这个啊，所以呢就是做一个测试，看看它呈现出来的声音呢，大家来听一听啊，能不能接受。比我之前啊直接就是面对的这个360相机，用它的内置麦克风录影比较而言，它的效果是不是有所提升，是不是相对比较稳定啊，能不能全程录到我讲话的声音，即便是在大马路上啊大车经过的时候呢，是不是也能够有一个大家起码还能够听得明白你在说什么的这样的声音。好了，那今天呢只是做一个测试啊，请大家多包容，在测试过程当中啊，视频制作的质量不佳，也没有什么新的风景给大家介绍啊。但是呢，我们就是不断的学习嘛，不断的尝试啊，就尽量的还是用一些代替的这些产品，
能够呢达到我们想要的基本的这样的效果。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的这种骑行、健身，也跟大家说话分享，就可以持续下去啊。因为呢，这些设备啊，基本上都是一个无底洞。如果你要追求更好的品质，那你就可能需要买更新的设备和进行一个最优的配置啊。那么这个呢，有可能让你的荷包就会受损。我在前面过了这条马路啊，学院路，然后呢，下一个坡就到我住所了。那今天呢，我们只是做这么一个测试，静待我们发布视频键啊。希望大家呢看到这个视频啊，多给我一些反馈啊，多提供一些建议。那还是要谢谢大家的跟随和听我唠叨。我们下一段骑行再见，拜拜。